宁云初立即就将手机给了儿子，让儿子和老七说，他可不好意思说要送儿子过去，家里还有好几个娃呢，要是送乐乐过去，那几个娃肯定也会吵着老七一个未婚的大男人，怕是带不好7、8个娃。所以宁云初让孩子和老七沟通，他不吭声，他是没有时间，否则都跟着大嫂一起去阳城旅游，他要等到8月才会有点时间，就是计划8月份带乐乐出去见见世面，也约了其他妯娌们。海彤说了8月份他也能挤时间带宝贝兄妹俩出门，计划去 X 省的 A 市探望一下老六一家子，顺便在那边玩上一段时间。那边的夏天听说没那么热，战远和欧阳雅结婚后，他也就逢年过节才会带着妻儿回来跟家里人团聚一下，平时都是住在岳家的。他既是欧阳家的大姑爷，也是欧阳雅的私厨，多年如一日照顾着欧阳雅的一日三餐，有战远照顾着欧阳雅的一日三餐。欧阳雅生完孩子后都胖了一圈，她不得不天天健身控制饮食，勒令战远不要给她做那么多好吃的，坚持了2个月，她才将体重降下来，控制在婚前那样的体重。6年的时间能发生很多事情，欧阳家里也变化极大的。欧阳俊如今已经13岁，9月份读初3，他成绩好，在小学的时候跳了1级。但凡放寒暑假，欧阳雅都会抓着2个弟弟进公司，跟在他身边学习。当然不会给他们任何的职位，毕竟还是未成年人嘛。但可以跟在他身边学习的。他忙的时候，2兄弟就写作业做试卷，几个姐姐时不时就会给他们塞几套试题让他们做，让他们早点知道公司的运营情况。欧阳婷在前几年也嫁人了，还真是嫁入了君家，跟商小飞成了妯娌。欧阳雅留在娘家打理生意，她就没有要求妹妹也留下，由欧阳婷自己选择。欧阳婷征得婆家的同意，还是选择了再帮娘家几年，等2个弟弟再大几岁，她就去风尘集团上班。3小姐欧阳林则是嫁在了本市，丈夫能力不强，家世倒是与欧阳家门当户对的，她是特意选择人品好但生意能力不强的男人为夫。若是丈夫生意能力太强，怕他会想着侵占欧阳家的家产。大姐夫那么优秀的人，都是只管着大姐的每天3餐以及照顾孩子，从来不插手欧阳家的生意，除非大姐向他请教，他才会指点1、2。闲时大姐夫也要打理他自己的生意，毕竟大姐夫拥有的公司也不少。七叔，乐乐开心地叫着，还冲着镜头前挥手，又叫喊大哥贝贝，我可想你们了，你们出去玩又不带我，妈妈不让我跟着大伯娘出门。乐乐嘟着嘴说了句。宁云初在一旁解释说道，你大伯娘都带着，你大哥还有贝贝了，他哪能再带上你个调皮鬼，带上你了，其他哥哥弟弟又吵着去。海彤也笑道，大伯娘还真带不了那么多呢，下次吧，下次等你们的妈妈有空了在一起出去玩。可是我现在就想去七叔家里玩。七叔，我能去你那里玩吗？宝宝将手机交给七叔，他看着七叔说道，七叔，要不就让乐乐过来吧，叫乐乐悄悄地过来，不让老2和老3他们知道。你2弟和3弟早就去他们的外婆家里了，在江城过暑假。小兄弟俩在幼儿园一放暑假，就坐飞机飞往江城，乔家人会在江城的机场等着接他们。宝宝，那乐乐完全可以过来呀。6叔家里的弟弟很少回来的，4叔和5叔家里的弟弟想必也去了他们的外婆家吧。战牧尘有时候挺羡慕弟弟们能去外婆家，他的亲外婆在妈妈才10岁的时候就死了，外公也是，所以他没有外公外婆，只有姨婆还有大姨。有时候羡慕弟弟们去外婆家了，他就让司机送他去姨婆家里，姨婆就跟他外婆一样，
对他兄妹俩十分的疼爱。姨婆家里又有哥哥带着他们玩，大姨家里的洋洋哥哥还有妞妞妹妹也好玩，他唯有去姨婆家里和大姨家里，才能得到一点心理安慰。占维笑道：乐了，七叔很忙呀，你看你们的七婶还不知道在哪里呢，你们的太奶奶天天催七叔给你们找个七婶，七叔除了赚钱还得想办法给你们找个七婶，就没有时间照顾你们了，交给保姆照顾，七叔又不放心。大哥和妹妹是你大伯娘带着去玩的。占维坚决不同意二哥二嫂送乐乐过来，虽然其他侄儿可能都去他们的外婆家里玩了，若是他们收到风声，知道乐乐也来了他这里，呵呵，他敢说其他侄儿绝对会哭爬打滚，吵着闹着过来。几个侄儿嘛，会争宠，他当叔叔的必须一视同仁，不能偏爱任何一个哦，贝贝除外，他们全家人就没有一个不偏爱贝贝的，就是几个小侄儿也知道疼爱妹妹。乐乐哦了一声，有一瞬间的失落。大伯娘带着大哥和妹妹了，再带上他的话，大伯娘会很累的。乐乐懂事的道：那好吧，等我妈妈有空了，妈妈说了会带我去六叔家里玩，大哥贝贝，你们到时候一起去吗？去，妈妈说了，到时候一起去，我好久没见过六叔了。海童便有几个小家伙聊天，小兄弟俩什么都说，也特别能聊，一直聊到乐乐去到了战士集团，他才挂了电话。那边的海童拿回手机后，对占维说道：出去吃饭吧，吃完饭你若是有应酬就去应酬，我带2个孩子逛逛街，反正有保镖和保姆跟着，也不会累着他。占维说道：本来是有应酬的，大嫂过来了，我就推掉了，没事，晚上我陪你们到处逛逛，要不打电话叫蓝若若出来，他不是很大方的说要给你们当免费导游吗？海童看着他笑，这么快就迫不及待的想叫人家出来了，这小子怕是早就对蓝若若动心的了，只是还没有意识到。大嫂，你这样看着我笑做什么？占维被大嫂这样看着都有点不自然了，幸好大哥不在场，否则他会被大哥瞪死。我一下记不起蓝小姐的联系电话了，你有吧？给我打电话给她，问她晚上有没有空陪我到处逛逛，赏赏羊城的夜景。作为旅游城市，羊城的夜晚很热闹，哪怕是深更半夜，大街上都还能看到不少游人。占维说道：记得他的手机号码，我就算失忆了都还能记住。死对头吗？他的喜好，他的弱点，他的联系电话，他都熟记在心，就连他的三围他都知道。这些话占维可不敢说出来，怕大嫂误会他对蓝若若有意思，他对蓝若若才没有意思呢。那个女人，好吧，也不差，撇开他们生意上的针锋相对不说，其实他们俩很般配。占维当即打电话给蓝若若，蓝若若好一会儿才接听他的电话，不等占维开口，蓝若若就说道：占维，你有完没完？我怎么不知道你原来那般的无耻？你姓赖的吗？什么都能赖到我身上？我警告你哈，再给我打电话要我请你吃饭，赔偿你这样那样的，我就告诉童姐。长嫂如母，我想童姐能管得了你。占维敬重他的大嫂，童姐说他几句应该有用的。蓝若若坚信自己不会看走眼。占维，蓝若若，我都还没有开口说话，你能不能就给我定罪？就不能等我说几句吗？我姓占不姓赖，说我无耻你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咱俩就是大哥别笑二哥，都是一路人。行，你说，我倒要听听你能说出什么好话来。蓝若若让占维说明打电话的来意，占维却不说话了，而是将手机递给海童，让海童和蓝若若说话。海童接过了手机，笑着对电话那边的蓝若若说道：蓝小姐，是我，海童。童姐。听到海童的声音，蓝若若态度立变，问道：童姐找我？
是童姐叫战维打电话给我的。我想带孩子出去逛逛。战维不知道哪里的夜景更好，蓝小姐说可以帮我安排一个本地的导游。我就想着，还是得麻烦一下蓝小姐。海童说的很是不好意思。蓝若若爽快的道：童姐，我明天就给你安排一名本地的导游，带你们到处玩，保证让你们不枉阳城一行。今晚我不有空，我带你们到处逛逛。战维他虽说来了阳城好几年，在这边房子都买了，生活了几年，其实对阳城一点都不熟，出了门还需要用导航，他要是不用导航，从他公司回他家里的路，他估计都记不住。战维在旁边能听到蓝若若说话的声音，听到蓝若若那样说他想反驳的，怕反驳了又会吵架，最终忍住。最主要的是蓝若若说的几乎都是对的，他出门的确要用导航，没有导航的话，从家里到公司的路他都走不好，他有那么一点点的路痴。走路的话，一条路走上一段时间，他能记住，但他平时出门都是开车就不会留意周围的环境，导致他不用导航就不熟悉路线。这个弱点战维从来不说，连家里人都不清楚他有点路痴。反正现在的人开车出门都少不了用导航的，他这样子也不显眼。蓝小姐，这会不会占用你的时间？不会，我也好久没有出去逛逛了。童姐，咱们等会儿见，你们在阳城大酒店等我吧。阳城大酒店在阳城的名气很大，两人又是在那里认识的，蓝若若便让海童在阳城大酒店等他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童姐，我跟你一见如故，好像认识了10几年的老友似的，不用跟我那么客气的。蓝若若也想不明白，她为什么会对初次见面的海童好感那么深，真的像是相交了10几年的老友一样。我也是，那我们等会儿见。初次见面有好感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成了她的妯娌，海童想，这或者就是会成为一家人的缘分吧。他那些妯娌个个出身都很好，与战家是真正的门当户对，跟他后面才被抬高身份的不一样。但他的妯娌们个个都很敬重他这个大嫂。如今他又陆陆续续从婆婆手里接过当家太太的权，开始管家了，妯娌们更加的尊重他，配合他的工作。大家都是一个目的，就是将战家的好家风延续下去，给小辈们创造一个温馨而稳定的生活环境。结束了通话后，海童对战维说道：蓝小姐，约我们在阳城大酒店见面，老七。等会儿见到了蓝小姐，你别又跟人家吵嘴，你是男人，大度一点。战维撇撇嘴说道：他不挑我的刺，我也不会跟他斗，他对所有人都很好，初见大嫂就童姐童姐的叫着，亲热的像姐妹一样。面对我的时候完全就变了一个人。海童说你不也这样？你平时对谁都是温和有礼的，你们几个的脾性都比你大哥好，可是你面对蓝小姐时就很恶劣，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温润如玉。你们俩呀，都是将最不好的一面给了对方。老七，你要是尝试着对蓝小姐温柔一点，保证能吓死她，以为你憋着什么大招等着她呢？她要不要换一换招数？就像大嫂说的，以后对蓝若若温柔点，说不定真能吓死她，让她以为她憋着大招等着她。战维带着嫂子侄儿女出去吃饭，饭后在酒店等了半个小时，晚上8点多，蓝若若就到了阳城大酒店。见到战维也在，蓝若若皱眉：若若，晚上好。蓝若若还没有开口，战维忽然温柔地开口，温柔地向蓝若若问好。迈出一只脚准备走近点的蓝若若，听到战维的话，迈出的那只脚都缩了回去，还悄悄地往后退了几步，防备地看着战维。是他幻听，听错了，还是这死鬼上身了？他居然向他问好，那声音温柔的都可以滴出水了。他非常的不习惯。若若，
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？战维见初见效果，又是温柔地问他。不愧是大嫂呀，随便指点一下，他就能吓到死对头。认识蓝若若这么多年，他还是第一次从蓝若若的脸上看到惊恐的表情，看他就像看到鬼一样。哈哈，太爽了！蓝若若，你是战维？我是战维啊，若若不认识我了吗？那我可得伤心了，我可是记住你，你就算化成灰，我都能认出你来呢。战维说的话还是柔的可以滴出水来，眼神也是很温柔。蓝若若听得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海童在心里腹诽，这小子学得挺快的。咦，贝贝叫了蓝若若一声，战牧尘也跟着向蓝若若问好。海童看看自家小叔子，对蓝若若说道：若若，不用管他，走，咱们去逛街。蓝若若还是狐疑地看着战维，他拉过了海童，拉着海童走到一边去，小声问童姐，战维怎么了？他怎么忽然用那么温柔的口吻和我说话？以往他见到我都是连名带姓一起吼我的，从来没有这般温柔过。要不是见过他对别人很温和，我都以为他天生的脾气不好呢。还是童姐教训了他一顿，他没有办法才会在童姐面前演戏，刻意对我温柔的。海童说道：我没有教训他呀，只是跟他说对待女孩子要温柔一点，那么凶吓跑了女孩子，他就一辈子打光棍了。他都31岁了，还没有女朋友，我老公他们都操心着他的人生大事呢，想安排他相亲吧，他又久居阳城，离我们老家太远，爱莫能助，导致他31岁了还是一只公。我这次过来旅游，其实还带着使命过来的，就是看看战维身边有没有人品好的爱慕者，推波助澜，看看能不能让他结束单身。蓝若若真这样？他不是憋了大招等着对付我？应该就是这样吧，他和你斗了这么多年，以往他憋着大招对付你，有没有这样温柔过？蓝若若摇头，那就是了，他不会用这样的大招来对付你的，单纯是被我说了不懂得温柔，要求他对女孩子温柔点，他才学习的。蓝若若哦了一声，松了口气，但还是说到这样子的战维，我真不习惯，童姐，你跟他说，他的温柔给他的爱慕者就行了，我是他的死对头就不必了，我还是习惯跟他见了面就掐。海童扑哧的笑，你不觉得他温柔的一面很新鲜吗？你们俩斗了这么多年，总要全面了解他的，不管他温柔还是恶劣，你都能适应，就不怕他的糖衣炮弹了。蓝若若想了想，觉得海童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他扭头看两眼战维，战维一手牵着一个孩子，并没有上前半步，压根儿不想偷听他和海童说话。他看他的时候，他还冲他温柔一笑。蓝若若抖了抖，赶紧敛回了视线，对海童说道：童姐，你说的话是有点道理，但我总觉得这是个陷阱呀。你是战维的亲大嫂，肯定是站在他那一边，帮着他挖陷阱算计我的。若若冤枉呀，我一向是帮理不帮亲的，绝对不会和战维一起算计你。我真的只是叫他对女孩子要温柔一点。你和他虽然不对付，但你也是女孩子呀，他估计就是从你这里开始吧。其实不管他态度如何，习惯了就好。咱们走吧，你越是害怕他的温柔，他越是用温柔来对付你。海童拉住蓝若若就走，走了几步，扭头对战维说道：老七，你带着孩子跟上呀。他没有带保姆出门，就让战维帮忙照顾娃娃，也能让蓝若若看看战维对孩子的耐心。喜欢孩子的男人也能加点分的。战维抱起了贝贝，想牵侄儿。战牧尘不用他牵。七叔，战牧尘小声问他家七叔，我妈妈怎么会和蓝阿姨那么好的？蓝阿姨还打过七叔呢。七叔也说了，蓝阿姨和你是死对头，我们和七叔是一家人，理应和七叔一起的。蓝阿姨和七叔是敌人，
那他也是我们的敌人才对啊。妈妈竟然和七叔的敌人那么好，战牧尘都被自家美丽的妈妈弄糊涂了。战维看着走在前面的2个女人，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：宝宝，这就是女人心，海底针呀。七叔也不知道你妈妈在心里想什么，总之咱们跟着走就行，千万别得罪他们俩，知道吗？战牧尘点点头，七叔，我知道的。爸爸也经常说不要得罪妈妈，妈妈生气，我们全家都得倒霉。爸爸明明比妈妈厉害，可是爸爸却怕妈妈，妈妈脸一板，爸爸就怕了。战维笑，你爸不是怕你妈妈，而是宠着她以后呀。你长大了，遇到了自己喜欢的女人，就会理解你爸爸的了。那是你爸爸宠妻的优点，你可以学一学。战牧尘想到了几个叔叔也是很怕婶婶的，就连爷爷和2位叔爷都一样。奶奶只要不开心，爷爷就紧张兮兮的。他忽然总结地问：七叔，这是不是我们战家男人的传统？对对对，这是咱们战家男儿的优良传统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会跟着爸爸和几个叔叔学习的，保证将咱们战家男儿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。战维夸赞侄儿，咱们宝宝真聪明，总结出来了。七叔，你什么时候给我们找个七婶？太奶奶总是说7叔8叔还有9叔，还不结婚，经常跟我念叨，叫我见了七叔要问七叔要七婶。战维在心里吐槽奶奶，这种事怎么能在宝宝面前念叨呢？宝宝才多大呀，懂什么？没得让宝宝看他这个七叔的笑话。嘴上说到七叔还没有挣够老婆本，暂时不能给你们娶个七婶回来，等七叔赚够了老婆本，一定给你们找个七婶。战牧尘问道：七叔的老婆本是什么？钱吗？需要多少钱？我和妹妹都有钱，我们可以借给七叔的。